大家好，我是长沙的文东海律师。我是2015年7月9号的时候，7月9号凌晨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听到王宇发出呼救，说有人不明身份的冲进他家里要把他带走。从此之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的消息。到了2015年7月10号晚上的时候，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是派出所的人，说要给我约谈。我跑到景湾市派出所的时候，就开始问我一些问题，主要的中心就是围绕王宇、周世峰被抓了，要我们不要关注他们。你既然是光明正大的抓人，那你凭什么不让人家关注他？凭什么不让人家去了解一下情况？这真正肯定有问题。所以我当时我就很强硬，我就说我肯定会关注他们。我说如果要是他们再找到我，他们家属找到我的话，我还会给他们做律师。我是在2015年8月份的时候接受王宇母亲的委托，作为他的这个代理人，作为他的辩护人。这个事情完之后，就是王宇出来之后，我们司法厅的人就明确警告我说，你709已经做得够多了，你不能够再做了，尤其是不能够写东西。现在我家里人的话肯定是很担心，是吧？他们也是对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也不知道这中间还有这么黑暗。而且也不知道，就是说我会顶着这么大的压力去做一些事情。我老婆的话，有时候她也会抱怨说：“你不要去做那些危险的事情，你做危险的事情，我在家里面，你在外面，我每天你一旦电话联系不上，我就急得要死。”最主要的是我的家庭的话，主要是一个什么问题？是因为家里面就我一个人做事。是吧？我老婆没工作，然后我的孩子很小，一个6岁，一个8岁，所以的话，这方面的家庭压力也是有的。也就是因为我做了709，后面还做了很多的异议人士的案件，就包括刘飞跃啊、肖玉辉啊，包括一些法门，像包括那个贵州米祖恒、米冲标，是吧？就是做了很多这类案件，还有一些是做了一些信仰案件。我之所以愤怒，是因为他们不守法律。就是我结束王宇的代理工作1年以后，就是2017年7月份的时候，湖南律协去对我进行立案，说我扰乱法律秩序。应该是2017年底的时候，他们把它移送到湖南省司法厅，然后就说要调查我的执照。他们表面上的理由是因为我代理法轮功的案件，然后和法官有个争执，他们认为我扰乱法律秩序。就是说我个人认为啊，现在709它应该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可能代表了当局近年以来对律师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打压。这种打压运动它延续到很多人的身上，包括709刚发生之初，是吧？对那些律师的一个抓捕行动，这是最直接的，也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一个709。但是709的话，我觉得因为应该不止包含这一点，比如说，你看后面围绕着709，是吧？很多律师站出来给他们辩护，最多的时候律师达到快近60位律师。但是709这种抓捕行动并没有让当局感觉到，就是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很顺利的实现，导致他们很多的一些，包括对这个群体的震慑，包括他们想达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目标都没有实现。所以他们在2017年
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策划如何对律师进行进一步的打压。这一次他们打压的话，可能更多的是采取一种行政处罚作为主要的手段，同时辅之以一些刑事的抓捕。2017年、2018年开始，上半年到2018年开始的时候，他们的主要目标可能转移到对这个709的那些律师和709的辩护律师的这个吊照，行政处罚上面，你就包括广东的隋无清律师、北京的谢毅、李和平、河南的这个马连顺，还有广西的秦永佩，包括河南的杨金柱和我，都是要么是709的律师，要么是709的辩护律师。如果狭义的709，他可能就是7月9号开始所抓捕的那些律师；广义的话，他可能更多的就包括这么一个对律师的一个整体的围剿行动。不管是行政处罚手段，还是刑事抓捕手段，还是一些其他的约谈、警告，是吧？这都是709的。大抓捕的时候，我也是被多次约谈，而且被短暂限制人身自由。然后我又作为他们的辩护律师，王宇的辩护律师出现。然后到了第二轮打压的时候，我的证又于2018年6月份的时候被他们吊销，等于现在我已经，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法律上的一个逻辑的话，我已经不是属于律师。如果这个国家是吧，连律师都容不下，那么至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那就是说你的法治是不是真的法治？尽管今后可能我再也做不了律师，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做一些和法律相关的工作。就是我希望，国际社会呢，各个友好国家，其他的友好的人权机构等等，友好人士，对我们这些对中国大陆现在正在经受的一些人权的一些迫害和一些相对来讲就是说和这个文明社会倒行逆施的一些举措，能够给予充分的关注，同时也如果能够采取一些比较具体的措施，能够改善这些人的待遇，那当然是很好。虽然一个国家的事务可能相对来讲可能也不是那么一清二白，是吧？但是这种对人权的迫害和对这些人的对这些具体个体的伤害，我觉得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实。我觉得只有走现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已经走过的成功的道路，他们已经展示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只有去吸取这些国家的有益的经验，我们国家才可能真正的变得像我们的那些喊的那些口号那样所展示的一个远景。谢谢大家。